张雪机车真的火到台湾了，没有官方引进，没有商业推广，完完全全是台湾车友凭着真心喜欢，硬生生把这台车运回了宝岛，在当地掀起了超大的围观热潮。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际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可能很多不关注机车圈的朋友不知道，根据目前台湾的相关规定，是不允许大陆生产的摩托车、电动车整车进入的。也就是说，不管你多喜欢国产车型，正规渠道完全走不通，想买根本买不到。但喜欢一台车的心意，真的是什么都挡不住。台湾资深车迷米娅常年关注全球机车赛事，看着咱们国产的张雪机车一次次在国际赛场拿下好成绩，一步步站稳脚跟，心里是实打实的认可。既然正规途径购入无望，他干脆自己想办法，折腾出了一条属于热爱的小路子。首先，米娅专门跑到广州购入了一台全新的 820RR 冠军版。为了符合通关要求，他和团队把整台车一点点拆开，不只是简单拆外壳配件，大到车架、避震、发动机，小到线路、螺丝、卡扣，全部拆分归类，分批打包，只为了顺利通过海关审核。中途还遇到了不小的波折，第一次申报的时候，因为发动机没有拆分，整体部件直接被退回，之前所有的整理工作全部白费，换做别人大概率直接放弃了。但米娅没有，她重新拆解发动机，把所有精密零件细化拆分，分批次海运，分批次报关，前后整整折腾了2个多月。这段时间里，张雪机车的原厂工程师还有台湾本地的经销商都一直在帮忙对接技术问题，靠着所有人的耐心和配合，这台拆成上千个零件的机车终于在台湾重新组装完毕，顺利点火启动。小编相信，所有了解这个过程的人都会感慨，一台普通民用机车能让人花费2个月的时间，投入大量精力跨海峡重组，足以说明现在的国产造车水平早就和以前不一样了。车子组装成功的当晚，车主就把这台全台独一台的 820RR 拖到了新北市的街头静态展示。消息在当地机车圈传开之后，各地的车友纷纷赶来围观打卡，现场挤得满满当当，大家拿着手机拍照录像，凑近倾听引擎的声浪，近距离感受这台国产冠军车的颜值和做工。很多台湾车友看完实车之后，都刷新了自己对大陆机车制造的认知。以前不少人只接触过进口车型，没想到咱们国产车的细节、质感、调教已经做到了这么出色的程度。现场全是真诚的夸赞和认可。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当地民警也赶到了现场。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心里都有点忐忑，大家都清楚这台车是拆分入境，没办法在当地登记上牌，也不能上路行驶，按照往常的处理方式，大概率会被劝离。但这次的结局真的特别温暖。民警走近看清车型之后，知道这是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的国产车型，不仅没有驱赶，没有批评，反而特别友好地掏出手机和机车合影，还主动和车主握手交流，只是善意提醒大家，静态展示完全没问题，只要不要开上路就可以。小编觉得这一幕之所以能刷屏两岸网络，不是因为有剧本，而是足够真实，抛开所有地域和规则的束缚。好的产品，实打实的赛场荣誉，是所有人都愿意尊重的。一台机车让大家放下偏见，发自内心认可中国制造，这就是最难得的出圈方式。目前这台车虽然不能在道路上行驶，但车友团队已经规划好了后续安排。今年7月份，他们会把这台车开上台湾的专业赛道，完成第一次动态测试，全程真实记录车辆的操控手感、避震表现和动力输出，把最真实的骑行体验分享给两岸的机车爱好者。与此同时，团队已经确定参加今年的重庆国际摩托车展，让这台跨越海峡的机车再次回到大陆，延续这份纯粹的热爱与缘分。而整件事最让人暖心的瞬间，还要数张雪本人的直播互动。得知自己的车在台湾走红，张雪特意空降直播间，和台湾首位820RR车主连麦聊天。
车主在镜头前真诚感慨，大陆的工业发展速度很快，造车工艺让人十分佩服。而张雪的一句回应，瞬间打动了无数网友。她温柔纠正，不是你们，是我们。简简单单2个字，消弭了所有距离感，不分海峡两岸，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份制造业进步的荣光，是我们所有中国人共同的骄傲。除此之外，张雪还给出了特别真诚的售后承诺，台湾的车友可以享受和大陆车主完全一样的品质保障和售后服务，没有任何区别对待。他还主动邀请台湾车友来到大陆的生产工厂参观，亲自带队试车体验。其实说到底，规则能挡住商品流通，却挡不住真心的热爱，挡不住中国制造一步步变好的事实。一台小小的机车跨越山海，冲破阻碍，让两岸车友同心共情，这就是最动人的地方。关注机车圈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最近雅马哈全新的中量级跑车 R9 正式在国内上市了。本来是备受期待的新款车型，结果口碑和市场反馈都不尽人意。更有意思的是，一部分日本网友不反思自身问题，反倒把销量不好的原因怪在了国产张雪机车的身上。小编先客观聊聊雅马哈 R9 这台车。作为雅马哈推出的全新中量级车型，它的整体配置确实很扎实，搭配 890cc 3-发动机，经过赛道针对性调教，动力输出平顺稳定。整车采用轻量化铝合金车架，搭配高品质刹车和全可调避震，同时配备了品牌成熟的电控系统、牵引力控制、弯道辅助等功能。从车型配置和技术积累来看，这台车在全球同级别车型里有着不错的竞争力，海外市场的销量也能印证这一点。日本本土限量发售的批次基本都是上线就售空，后续增加配额依旧保持着很高的热度，是海外市场很受欢迎的一款车型。但就是这样一台海外热门车，今年6月15日进入国内市场之后，直接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139800元的售价公布之后，瞬间引发了大量讨论。很多车友对比过海外售价，发现这台车在日本本土的价格折合人民币只有7万出头，进入国内之后价格直接翻倍，中间的差价大多都是品牌附加溢价。而现在的国内机车市场，消费者早就变得越来越理性。张雪 820RR 的出现，让大家看到了国产车的真实实力。这台车国内售价仅 4.38万，价格只有雅马哈 R9 的1/3，排量和动力参数反而更有优势。最直观的证明就是国际赛场的成绩，多次在赛事中超越雅马哈 R9，用真实的赛场表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这样的对比摆在眼前，大家心里自然有评判标准，没有人愿意花更高的价格去买一台在赛场表现不如国产车型的进口车，这也就造成了很尴尬的局面。雅马哈 R9 在国内话题度很高，讨论的人很多，但真正下单购买的人特别少。反观张雪机车，赛事夺冠之后，短短2天，全国订单就突破5000台，市场认可度一目了然。面对这样的市场落差，部分日本网友的评价显得很牵强。他们不认可定价过高的问题，反而觉得是国产车型扰乱了市场节奏，把中量级仿赛的市场价格压得太低，导致进口高端车型失去了定价空间。还有一些网友的观点带着很明显的主观偏见，觉得国产车只是靠低价吸引消费者，发展时间短，比不上多年的进口品牌。甚至有人说，国产车现在的热度只是暂时的，等车友体验过后，最终还会选择进口车型。小编客观来说，这样的说法并不公平。所有知名的机车品牌在发展初期都经历过摸索和成长的阶段，没有谁是一开始就完美成熟的。国产汽车发展时间不长，却能快速成长，站上国际赛事舞台，和老牌车型同场竞技，这样的进步本身就值得被正视。国内车友反感的从来不是进口车型，而是不合理的溢价。同样的车型，海外售价亲民，进入国内就大幅涨价，单纯依靠品牌情怀收割市场，换做任何消费者都不会买单。大家现在选车更看重真实的产品力和性价比，不再盲目追捧进口标签。国产汽车的走红不是打乱市场，而是让整个市场回归理性。它让更多人看到，不用花费高额预算也能买到性能出色、品质靠谱的仿赛车型。
现在的市场局面也不是国产车挤压了进口车，而是进口品牌固守旧的定价模式跟不上消费者的认知变化。未来的机车市场终究是靠产品实力说话，单凭品牌溢价撑销量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